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张经理，请立即收拾个人物品，离开公司，保安会护送你出去。我不可置信地望着人事主管递来的解雇通知书。3天前，父亲突发重病，我急需请假照顾。销售总监刘强却以季度末客户优先为由拒绝批准。3个月后，刘强带着律师和高管气势汹汹闯入我的办公室。张明，你违反了竞业协议，把公司千万级客户都挖走了，这是起诉书。就在剑拔弩张之际，电梯门开启，父亲稳步走来。刘强脸色瞬间煞白，我微笑着说道：“刘总，您说我挖走的客户，那是我爹。”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永远记得那个周4的早晨，阳光正好，我像往常一样准时到达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前台小姐微笑着向我问好：“张经理早，今天有3位客户预约了您的咨询。”我点点头，脚步轻快地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丝毫不知道命运正在我背后悄悄转动齿轮。8点45分，我刚打开电脑整理当天的客户资料，手机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铃声。“喂，是张明吗？”电话那头传来医院护士焦急的声音，我的心猛地一沉。“是我，请问发生什么事了？”“您父亲刚被送到我们医院急诊，疑似心肌梗塞，情况危急，需要您立即过来。”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父亲一直是我生命中的支柱，想到他生命垂危，我几乎无法呼吸。放下电话，我立刻冲向销售总监刘强的办公室，急需请假去医院。刘强是半年前空降到公司的新任销售总监，对我这个连续3年业绩冠军似乎心存芥蒂。“刘总，我父亲突发重病住院了，情况很危险，我需要请3天假。”我站在他面前，声音因为急切而略显颤抖。刘强头也不抬，继续盯着电脑屏幕。“现在是季度末，所有客户数据需要整理。你今天有3个重要客户预约，怎么能请假？”我深吸一口气，努力保持冷静。我可以现在马上处理完最紧急的工作，其他的能否请同事帮忙代为处理？公司规定，请假需提前3天申请，客户需求优先。刘强终于抬起头，眼神冷漠。“你是我们团队的模范，应该以身作则。家里的事情难道不能找其他人照顾吗？”我握紧了拳头，指甲几乎陷入掌心。“刘总，这是紧急情况，我父亲可能有生命危险，那你自己选择吧，是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刘强轻描淡写地下了逐客令。我站在原地，心中的怒火与焦虑交织，但父亲的情况不容耽搁。“对不起，我必须去医院。”我转身离开，背后传来刘强冰冷的警告：“你走出这个门，后果自负。”张明，我没有回头，快速回到办公室收拾必要物品，简单交代同事帮忙应对今天的客户。同事小李担忧地看着我：“张哥，刘总最近对你有意见，你这样走恐怕会有麻烦。”我没选择，父亲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匆匆离去。医院的消毒水气味让我心神不宁。急诊室外，我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消息。护士告诉我，父亲需要立即进行心脏搭桥手术，情况相当危急。我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手依然在颤抖。“爸，您一定要挺住啊！”我望着被推入手术室的父亲，
眼眶湿润。手术持续了近5个小时，期间我的手机不断震动，全是刘强发来的质问消息。你的王总客户很不满意，投诉你擅自失约，季度末报表必须今天提交，你负责的部分怎么办？公司不养闲人，希望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无暇回复，全部心思都集中在手术室的红灯上。终于，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手术很成功，但接下来72小时是关键期，需要有家属陪护。我长舒一口气，泪水终于决堤。谢谢医生，我会寸步不离地照顾他。接下来的3天，我几乎没有合眼，守在父亲床边，同时远程指导同事处理工作事务。父亲的状况逐渐稳定，我决定第4天回公司处理堆积的工作。爸，我明天要去公司一趟，处理一些事情，您好好休息，我很快回来。我握着父亲的手，轻声说道。父亲虚弱地点点头，工作要紧，我这边有护工照顾，你别担心。谁知噩梦才刚刚开始。第4天早晨，我比平时提前1小时到达公司，想要在正式上班前处理好积压的工作。刷门禁卡时，一声刺耳的滴滴声响起，红灯闪烁，门禁系统拒绝了我的进入。前台小姐看到我困惑的表情，眼神闪烁着不安。张经理，您的门禁权限已被注销了，刘总说您已经被辞退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被辞退？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人事部说已经发邮件给您了，请您去人事部办理离职手续。前台小姐低下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我强作镇定，步履沉重地走向人事部。一路上，同事们的目光各异，有惊讶，有同情，更多的是刻意回避。人事主管冷冰冰地递给我一份解雇通知书。张经理，因您无故旷工3天，严重违反公司考勤制度，公司决定即日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我父亲突发重病住院，我已向刘总请过假。我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人事主管面无表情。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请假申请。而且您离岗期间导致多位重要客户投诉，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我要见总经理，这完全是栽赃陷害。我握紧拳头，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总经理正在国外考察，无法会见您。人事主管推过一份文件，请在离职协议上签字，按流程办理离职手续。我拒绝签字。我不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要申请劳动仲裁，那是您的权利，但请您立即收拾个人物品，离开公司，保安会护送你出去。人事主管按下桌下的按钮，2名保安立刻出现在门口。我被迫在2名保安的陪同下收拾办公室的个人物品，同事们噤若寒蝉。无人敢上前说一句话，只有小李趁人不注意塞给我一张纸条。张哥，刘总在你走后散布谣言，说你私自泄露客户信息，还在外面偷偷接单。我苦笑着收下纸条，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将理智烧尽。收拾完毕，我拖着装满个人物品的纸箱，在保安的护送下离开了工作了5年的公司。站在公司大楼外，初春的冷风吹得我心头发凉。5年的辛勤付出，换来的竟是如此无情的对待。正当我准备离开，手机突然响起，是我服务多年的最大客户王总的来电。张明，我刚收到瑞达公司的通知，说你离职了。王总的声音充满疑惑。我强忍情绪波动。是的，王总，
公司单方面解除了与我的合同，太过分了。我找他们核实情况，他们说你违规操作，但我知道你的为人，不可能做这种事。王总语气坚定，我决定终止与瑞达公司的合作，我们投资只相信你。王总的信任让我一时哽咽说不出话。等你安顿好，随时联系我，我们继续合作。王总补充道，相信我，不止我一个客户会这么做。挂断电话，我望着高耸的公司大楼，心中的绝望逐渐被一丝希望取代。这或许是一个结束，但也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从公司离开后，我直接回到医院，陪伴父亲的康复。医院的单人病房内，我坐在父亲床边，将被解雇的事情和盘托出。我本担心这会影响父亲的病情，没想到他听完后却异常平静。爸，我被公司不公平对待，现在失业了。我低着头，感到一丝挫败。父亲虚弱但坚定地握住我的手。儿子，这也许是个机会。你一直想要更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正是时候。我惊讶地抬头，您不担心我找不到工作吗？父亲微微一笑，你有能力，有人脉，为什么一定要给别人打工？您是说我自己创业？我有些犹豫，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创业风险太大。父亲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张明，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会支持你的。我不知道父亲的底气来自哪里，但他的坚定让我感到一丝勇气。爸，谢谢您的信任，我会认真考虑创业的事情。我感到一股久违的斗志在体内升腾。接下来的一周，我一边照顾父亲康复，一边开始筹划自己的创业计划。父亲提供了一些建议，并承诺给我一笔启动资金。1个月后，父亲的身体状况大有好转，而我的明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也正式注册成立。起初，公司只有我和1名助理，办公室租在一栋普通商务楼的小隔间里，条件简陋，但成本可控。我将公司定位为精品投资咨询，主打个性化服务和专业分析，力图与大型咨询公司形成差异化竞争。创业初期最困难的是获取客户，我开始挨个联系以前服务过的客户，介绍自己的新公司。让我意外的是，很多客户在得知我的情况后，主动表示愿意转投我的新公司。王总成了第1个签约的客户，他不仅自己投资，还引荐了几位朋友。张明，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而不是那块招牌。王总签约时如是说。短短2个月，我的公司客户数量已达到30余位，大部分都是从瑞达公司带来的老客户。我们的管理资产规模迅速突破5亿元，这在创业初期是难以想象的成绩。第3个月，随着业务量增加，我们不得不搬入更大的办公室，增聘了3名专业分析师和2名客户经理。公司开始步入正轨，每天都有新客户慕名而来。这一切发展得太快，快到让我有些恍惚，也快到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和不满。我隐约感到风暴将至，却没想到它会来得如此汹涌。周5下午，公司刚搬入新办公室1周，我们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乔迁派对。新办公室位于城市中心的甲级写字楼，虽然只有半层，但装修简洁大方，彰显专业与品质。客户和员工们举杯同庆，气氛轻松愉快。就在派对进行到一半时，电梯门打开，刘强带着瑞达公司的法务总监和几名高管大步走了进来。办公室内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群不速之客身上。张明，好大的排场啊！短短3个月就能租下这样的办公室，果然有门道。刘强的声音充满讽刺。我放下手中的饮料，走上前去。刘总，有何贵干？还装蒜？刘强冷笑一声：你违反了与瑞达公司签订的竞业协议，恶意挖走公司的核心客户，导致我们损失超过1000万级的管理费收入。办公室内的气氛瞬间凝固，客户们面面相觑，员工们紧张地站在一旁。我保持冷静。首先，我没有违反任何协议，瑞达公司单方面解除了与我的劳动合同，且没有支付任何补偿金。其次，这些客户选择与哪家公司合作是他们的自由，我没有进行任何不正当竞争。刘强摔下一沓文件，这是起诉书，我们要求你立即停止业务，赔偿公司损失，并向客户道歉。法务总监冷冷补充：我们有证据表明，你在离职前就已经私下接触客户，这明显违反了职业道德和合同约定。我略微扫了一眼起诉书，上面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既然你们要走法律途径，那我们法庭上见。我的语气平静但坚定。不用等到法庭，你现在就该向在场的客户解释，为什么要用欺骗的方式拉他们过来。刘强提高了声音。王总站了出来。刘总，我们选择跟谁合作是我们的自由，没人能强迫我们。王总，您不知道内情，这位张经理在离职前就泄露了公司机密信息，这是严重违规行为。刘强试图争取客户支持。够了！我终于动怒。你们不顾我父亲病危，拒绝批准请假，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解雇我，现在又来污蔑我的人格，这已经超出了商业竞争的范畴。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双方的对峙剑拔弩张。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电梯门再次打开，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士从容地走进来，西装笔挺，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不凡的气质。我快步迎上前：爸，您怎么来了？父亲拍拍我的肩膀：听说你们今天乔迁，我来看看新办公室。刘强的表情瞬间变得异常精彩，眼中闪过不可思议的神色。您是张董？张志远。刘强的声音明显颤抖起来。父亲转向刘强，目光如炬：我是，请问您是？刘强连忙伸出手：我是瑞达投资的销售总监刘强，久仰张董大名。父亲并未伸手，只是冷淡地点点头。哦，就是你拒绝我儿子请假照顾我，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解雇他的人。刘强脸色煞白，额头渗出冷汗。这其中有误会。我看着眼前这一幕，突然明白了什么，转向刘强：刘总，您说我挖走的客户，那是我爹的客户。办公室内一片哗然，客户们纷纷交头接耳，瑞达公司的高管们面如土色。刘强如遭雷击，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法务总监悄悄收起起诉书，神情尴尬。父亲环顾四周，向在场的客户们点头致意：各位都是多年的老朋友，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儿子的支持。几位客户纷纷上前握手寒暄，显然与父亲相识已久。刘强此时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些客户都是……父亲严肃地看着刘强：我只问你一句，我儿子为什么会被无故解雇？刘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额头的汗水越来越多。法务总监试图解围：
张董，这其中可能有些误会，我们可以私下协商解决。父亲摇摇头，不必了。瑞达公司的做法我已经看清楚了，这件事不会就此结束。王总走上前来，张董，您放心，我们会一直支持明智投资的。其他客户也纷纷表态，坚定站在我们这一边。刘强面如死灰，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只能悻悻地带人离开。他们离开后，办公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为这戏剧性的转折感到振奋。父亲笑着拍拍我的肩膀，儿子，你做得很好，现在该我出场了。我心中充满感激与敬佩，父亲在关键时刻的支持给了我无比的力量。派对继续进行，气氛比之前更加热烈，仿佛刚才的风波只是为这场庆祝增添了一抹亮色。站在窗前，望着城市的夜景，我不禁感慨命运的奇妙转折。3个月前，我还是一名被无情解雇的员工，如今我已是一家快速成长的投资公司的掌舵人。人生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但只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付出真诚的努力，总会迎来柳暗花明的时刻。派对结束后，办公室只剩下我和父亲。夜色渐深，城市的灯光在窗外闪烁，为我们的谈话提供了一个安静而私密的环境。爸，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刘强为什么会认识您？我倒了2杯茶，好奇地问道。父亲微微一笑，这些年我一直低调行事，不想让我的身份影响你的成长轨迹。我希望你能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认可，而不是依靠家庭背景。父亲的话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多年来，他一直默默支持我，却从不干涉我的职业选择。那些客户真的都是您的客户吗？我又问道。父亲笑了笑，有一部分是，特别是王总，我们有20多年的交情了。但大多数客户选择跟随你，还是因为认可你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态度。别忘了，金融行业最重要的是信任，客户愿意把钱交给你管理，是对你最大的信任。我点点头，心中充满感激。谢谢您，爸。不仅是今天的出手相助，还有这么多年来的默默支持。父亲眼中闪过一丝欣慰，你是我的骄傲，儿子。看到你靠自己的能力创业成功，我比什么都高兴。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发展公司？父亲转而问道，语气中带着期待。我思考片刻，认真回答：首先，我要建立更加专业的团队，提高投资分析和风险控制能力。其次，拓展业务范围，不仅提供咨询服务，还要开发适合不同客户需求的投资产品。最终目标是打造一家有特色、有温度的精品投资管理公司，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父亲满意的点点头，思路很清晰。但创业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你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准备。我会的，有您这样的榜样在前面，我有信心把公司做好。我充满自信地说。对了，瑞达公司那边，您打算怎么处理？我想起今天的冲突，不禁担忧地问道。父亲表情变得严肃，我自有安排，你不用担心，专心发展自己的公司就好。您不用太担心，专心发展自己的公司就好。我感到一丝宽慰，父亲的态度让我相信正义终将得到伸张。窗外的月光洒在办公室的地板上，父子俩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这一夜的谈话让我对父亲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创业之路才刚刚开始，
有父亲这样的良师益友在身边，我相信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1周后，金融圈传出爆炸性新闻，瑞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强因涉嫌侵占客户资金和商业贿赂被警方带走调查。这条消息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也为我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原来刘强针对我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而是担心我发现他的违法行为。我正在办公室研究一份投资报告，助理小张敲门进来：“张总，有位李小姐想见您，说是瑞达公司的人事主管。”我微微皱眉，这位人事主管正是当初冷酷无情递给我解雇通知的人，请他进来吧。我放下文件，整理了一下领带。李小姐步履忐忑地走进来，与1个月前趾高气扬的态度判若两人。张总，打扰了，我是代表瑞达公司来向您道歉的。他低着头，声音略显颤抖。我示意他坐下。什么事需要专程来道歉？李小姐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公司对您不公正解雇的补偿金，还有一封正式的道歉信。董事会经过调查，确认您被解雇完全是刘强个人报复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诚挚地希望能够弥补对您造成的伤害，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重建合作关系。我接过信封，并未打开。谢谢，我会考虑的。李小姐犹豫片刻，又补充道：“张总，我个人也要向您道歉。当初执行解雇决定时，我应该更谨慎地核实情况。”我看得出她的歉意是真诚的，语气稍微缓和：“你只是按上级指示行事，责任不在你。”送走李小姐后，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询问瑞达公司的情况。父亲告诉我，董事会已经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大幅调整，开除了刘强的亲信，任命了新的总经理。他们想请你回去担任客户部门总监，待遇比之前高1倍。父亲在电话那头问道：“你考虑过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谢谢。”但我已经决定专注发展自己的公司。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只有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父亲笑着表示理解：“我支持你的决定。看来我儿子已经长大成熟了。”挂断电话，我走到窗前，俯瞰城市的繁华景象，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3个月的创业经历虽然充满挑战，但也让我收获了宝贵的经验和成长。从一个被无情解雇的员工，到一家新兴投资公司的创始人，这段转变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专业能力、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在关键时刻的勇气和决断。更重要的是，无论处境多么艰难，始终保持诚信和专业操守，才能赢得客户的真正信任。父亲的默默支持和适时指导，也让我明白了家人的重要性。这是任何事业成功都无法替代的财富。放下过去的不快，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到公司的发展中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半年后，明智投资已经成长为行业内备受瞩目的新锐力量，管理资产规模突破20亿元。公司从最初的几人团队扩张到30余人，办公室也扩大到整层楼面。我们开发了多款特色投资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获得了业内多项专业奖项。这天下午，我和父亲一起参加一个金融行业的高峰论坛。作为新晋创业成功的代表，
我被邀请上台分享经验，台下坐着行业内的知名人士，我的演讲获得了热烈掌声。演讲结束后的茶歇时间，我在自助餐区遇到了一个意外的人物——刘强。他明显憔悴了许多，西装不再笔挺，眼神中透露着疲惫。看到我，他明显想要避开，但在短暂犹豫后，还是走了过来。张明，恭喜你的公司发展的这么好。他的声音里带着复杂的情绪。我点点头，谢谢。你最近怎么样？刘强苦笑一声，还能怎么样？官司打完了，虽然没有刑事责任，但职业生涯算是毁了。现在在一家小公司做顾问，勉强糊口，比起从前，天壤之别啊！我并未从他的落魄中感到任何快意，反而有一丝同情。人生起落很正常，关键是从中学到什么。刘强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回应。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嫉妒而伤害别人。当初针对你，完全是因为看不惯你的优秀和客户对你的信任，结果害人害己。对不起，张明，为我的所作所为道歉。他的道歉看似诚恳，我只是点头表示接受，并未多言。刘强又问：你父亲张董最近还好吗？很好，他现在给我一些指导，我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加紧密了。我简单回答。刘强欲言又止，最终只是说了句：那就好，替我向张董问好。他转身准备离开，我突然叫住他：刘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祝你未来好运。刘强惊讶地看着我，眼中闪过一丝感激，默默点头离开了。父亲走过来，看着刘强离去的背影：你原谅他了？我摇摇头，不是原谅，只是不想被仇恨占据心灵，那样太累了，前进的道路还很长，没必要把精力浪费在过去的恩怨上。父亲欣慰地拍拍我的肩膀：你比我想象的更加成熟，这才是真正的强者。论坛结束后，我和父亲共进晚餐，谈论着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父亲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他的远见和经验对我帮助很大。爸，没有您的支持，我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真诚地说。父亲笑了笑：不，你会成功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和坚持，我只是在关键时刻给了你一些支持。记住，无论公司发展到什么规模，永远不要忘记初心，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才是长久之道。我郑重点头，我会牢记您的教诲，把公司做得更好。晚餐结束，我们并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霓虹灯映照着我们的身影。父亲突然问道：你还记得那天你对刘强说的话吗？那是我爹的客户。我笑了起来：当然记得，那是戏剧性的转折点。你知道吗？我最骄傲的不是创立了成功的公司，而是成为你的儿子。我由衷地说。父亲眼中闪过一丝湿润，轻轻拥抱了我。在这个拥抱中，我感受到了无尽的力量和温暖，这是任何成功都无法比拟的财富。带着这份力量和温暖，我将继续前进，迎接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